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北极啊。本期我们来看一部外科医生将自己暗恋的女神做成人质的电影《情碎海伦娜》。影片开始，尼克是一名出色的外科医生，英俊的脸庞上长着长长的金黄头发，性格温柔又腼腆，还有着稳定令人羡慕的工作。周围的人都非常乐意跟这样谦和的人相处。此外，他还有一个温柔体贴的女朋友，以及母亲去世前留给他的一套豪华别墅。这样的人简直就是人生赢家。但其实里面早已经腐烂殆尽了。尼克有一段非常灰暗的童年，在他小的时候，父亲因为工作忙，从来都不跟尼克交流，而母亲也只顾着自己玩乐，经常会有不同的男人从母亲的房间里走出来。每每见到尼克，母亲都是十分厌恶的表情。在这样的环境下，尼克的性格变得非常内敛，即使长大后光鲜亮丽的他，内心始终有一个角落，孤僻且极端。这天，尼克和好朋友一起在酒吧喝酒，这时一个风情万种的美女海伦娜进入了尼克的视线。尼克一下子就被对方的容貌和气质所折服，不由自主地爱上了这个女神。他觉得海伦娜才是自己的真爱。从那之后，尼克开始了漫长的追求之路，把温柔体贴的女友抛在了身后。每天晚上，尼克跑步都要故意路过海伦娜家楼下，然后像一个变态那样爬到树上，藏在树叶中间，偷窥海伦娜的一举一动。但尼克很快发现了一件令人难过的事情，那就是海伦娜已经有了男朋友。尼克在窗外看着海伦娜和男友尽情缠绵，不由得醋意大起，快马加鞭地跑回家中，给海伦娜打匿名电话，想破坏海伦娜和男友的缠绵悱恻。不仅如此，尼克还每天都给海伦娜写信送花以表爱意，甚至为了能见海伦娜一面，在家里大办了一场舞会，邀请海伦娜参加。碰巧的是，那阵子海伦娜正好在与男友闹矛盾，男友觉得海伦娜一定是外面有狗了，才会每天都收到鲜花，还有人邀请她参加舞会。一般长得好看的女人都受不了别人的质疑，于是海伦娜和男友大吵一架。吵完后觉得不过瘾，赌气答应了尼克接受他的邀请。舞会当晚，海伦娜如约而至，尼克像一条忠心的大狗一样在门口等待着海伦娜的降临。为了这次舞会，尼克特意精心熟悉了一番，可海伦娜仍旧一如既往，对尼克的态度异常冷漠，只是在入门时将手提包交给了尼克，转身就挽着另一个男人的手臂飘然而去。尼克便使出浑身解数搭讪，都没能给海伦娜留下好印象。接着海伦娜旁若无人地脱掉外衣，走进喷泉里，那一刻她是众人注目的焦点。舞会结束后，海伦娜大摇大摆地跟随其他男人走出大门，回头的那一瞥，那目光中多少是带着不屑和讥笑的。即使面对如此冷漠的海伦娜，尼克也依旧没有消减对她的爱意。晚上，尼克发现了海伦娜的手提包丢在了自己的家中，不由得心中一喜，陶醉地亲吻着女神的手提包，期待着二人的再次见面。第二天一早，海伦娜发现自己的手提包丢了，于是主动联系了尼克。可这样的好机会，尼克怎么可能会放过呢？于是尼克故意拖延时间，不把手提包给海伦娜，还将她带回家中，邀请她共进晚餐。海伦娜一眼就看穿了尼克的心思，不耐烦地拒绝了尼克。尼克仍旧死缠烂打，发起主攻。海伦娜一气之下直接走人，吃你妹的饭，把我老娘不要了还不行吗？可就在海伦娜刚走出尼克家的时候，发生了意外。海伦娜被一辆飞驰的汽车撞倒，并从她的双腿压了过去。海伦娜一下子晕死过去。当她醒来的时候，发现自己出现在了尼克的家中。同时，海伦娜崩溃地发现自己的双腿没有了，不由得尖叫了起来。尼克赶紧走上前安慰她，告诉她截断她的双腿只是为了保住她的性命。但失去双腿的海伦娜怎么可能听得进去这些？她像疯狗一样把周围的东西砸个稀巴烂。她觉得这一定是尼克想要得到自己，才不择手段做出了这样丧心病狂的事。然而事实真的就如同海伦娜所想的那样，尼克成功将海伦娜囚禁后，考虑到总有一天会有人发现海伦娜的失踪，于是他仍旧像以往一样，每天往海伦娜家中送花。这样一来，即使真的有人发现海伦娜不见了，他也可以以此来洗脱嫌疑。为了得到心目中的女神，尼克辞去了医院的工作，为的就是能用全部的精力来照顾海伦娜，每天给她做好3餐，喂她吃下去，在她的房间里摆满了鲜花。尼克这样畸形的爱，不仅没有让海伦娜对他产生好感，反而让她更加痛恨这个夺去她双腿的男人。长期的囚禁生活把海伦娜折磨得几近崩溃。只要尼克的家里有客人，海伦娜就想尽一切办法求救，于是尼克不得不将海伦娜绑起来，再将她的嘴堵住，等客人走了之后再给她松绑。尼克的行为彻底激怒了海伦娜，他好几次都试图掐死尼克，但悲剧的是，海伦娜不但没有成功，反而被尼克把双手也截断了。失去双手双脚的海伦娜就像一个置物怪，放在一个美丽的矮机上，每天被尼克摆在一堆鲜花中间，成为名副其实的人体花瓶。
可怜的海伦娜脸蛋上没有一丝笑容，像一个皇后一样由她服侍着。她祈求尼克能够给自己一个痛快，这样自己就不用在这样的环境下屈辱地生活着。但就在尼克拿着枪对着海伦娜的时候，海伦娜突然害怕了。她觉得就算现在的她已经没有了人的形态，但至少尼克对她是真心的。抱着好死不如赖活着的想法，海伦娜放弃了轻生的念头。也许她知道已经发生的事实已无法改变，又或许她已经在这个疯狂的医生的爱面前屈服。此时此刻，只有她能够接受这样的自己，盒装娃娃一样的自己。她逐渐开始接受尼克。好在尼克很用心地对待海伦娜，每天精心地照顾她，陪伴她。闲暇的时候还跟海伦娜一起喝个下午茶。为了让两人的感情更进一步，尼克再次想到了一个主意。一天晚上，他将一个火辣性感的女人带回了家，故意让海伦娜看见。接着两人在床上做起了极限挑战的运动。海伦娜在门后目睹了整个现场直播，不得不说，尼克这招太厉害了。海伦娜已经把尼克当成了全部的依靠，并慢慢开始交付自己的真心。此时让他看到尼克和别的女人缠绵的画面，一定会刺激到海伦娜，让她有危机意识。现在不仅仅是依赖尼克，还让她有了患得患失的情感。第二天，海伦娜果然对尼克热情了不少，从被动变成主动。她主动亲吻了尼克的额头，两人在深情的热吻中享受着爱情的甜蜜。可就在这时候，一个意外打破了这个浪漫状态。海伦娜的男友找上了门，他怒气冲冲地闯了进来，在看到没有四肢的海伦娜后，瞬间崩溃，掏出手枪想了结了尼克的性命。就在他扣动扳机的前一秒，海伦娜哭着阻止了他，并终于真诚地说出了我爱他。男友用难以置信的眼神看着他。海伦娜泪流满面地解释道，她已经成为了现在这个样子，即使把尼克杀了，她也变不回从前的海伦娜了。而眼下尼克是这个世界上唯一能够接受她这个鬼样子的男人了。男友听完愣住了，虽然听起来很不可思议，但毫无疑问，海伦娜说的是个实话。于是男友收起了自己的枪，含恨离场。很显然他不能接受海伦娜的这个样子。看到这里，我说不出是什么感觉。女人是脆弱的，不管男人对他们做出怎样的事情，只要说是因为爱他，那么总有一天女人会心软，会原谅他，因为他是爱我的，他是因为爱才会这样做的。无语。男友走后，尼克忽然从自己的梦中醒了过来，原来这一切都是尼克做的一场梦。车祸是真的，但海伦娜没有断手断脚，而是安安静静地躺在病房里休息。发生意外之后，尼克赶紧把海伦娜送到了医院，还因为太过担心和紧张，没出息地晕了过去。尼克太想要得到海伦娜了，所以才会在休息的时候做出这样恐怖的梦。清醒之后，尼克来到海伦娜的病房看望她，海伦娜还是一如既往的冷漠，对待尼克的关心嗤之以鼻。故事到此结束。如果尼克的这个梦境是真实发生的事，那将是一段十分扭曲的爱情故事。爱情是美好的，可如果为了得到爱情不择手段，即使得到了也不能被称为爱情。人们应该知道世间是有爱的，但是你应该去利用爱，而不是让爱利用你。当你被爱所利用，你当然会觉得无爱。爱情像鲜花，要两个人一起养，男人是光，女人是水，不平衡那就会枯萎。本期的节目就到这啦，小伙伴们，我是贝吉呀，下期见，拜拜。